情，开始心疼他了。这个镜头切的，你看他的表情，我现在心里脑子里全是他。你爱而不得演多了你。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凯木，我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格格。这还是第一次，就是坐在观察室看别人 CP， 然后磕别人 CP， 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对，那我们期待势均力敌的他们。3、2、1，我们去那儿吧。心情真的还挺主动的。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是在约会了吗？不是，就是他想要趁此机会再跟他多聊一聊。但是感觉刘嘉译也没有很抗拒，我就根本一点都不想跟他们聊，因为我满脑子都在想你会发生什么，你约会发生什么。好直接。他很失落，但他不是很荡的那种状态。他还挺直接勇敢的，要直接。其实女生很吃这套的，你看刘嘉译的表情就能看出来呀，他也觉得他很可爱。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他可能会心疼宣城，那这个跟喜欢没有关系啊。心疼也是一种喜欢。那如果有一个开始你并没有什么感觉的，他跟你表达自己的内心啊，让你很触动啊，你会喜欢他吗？人跟人之间接触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加分的。那我明天一定，我拼了老命我要赢。不要受伤就行了。我不管我受伤我要赢，我必须要赢。我就喜欢你，就是跟我单独待在一块儿，不让别人。我很喜欢宣城这样的性格。你喜欢没用，得让刘嘉译喜欢。所以我很羡慕他这种很孤注一掷的感觉。对，反正我不会让你走的吧。得到反馈了，我又笑的暗爽。我要是今天要我去那个什么神秘约会，我肯定跟他说我不去。我不去。我肯定，你是包要去的。我好像感觉他不是刘嘉译喜欢的类型。我不去，我当时说我不想抽到。第一个他的状态一直在保持一个距离感。我觉得他是在观察，就是这种太直接的人，他也会想，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刘嘉译都没有想试图去了解他的那种语言。哦，他没有深度交流。我也真的不想去，我的心里只有你。但是气氛也蛮好的呀。就当时印象也挺深的，就是你说了一句你不想去，就那个时候我是挺开心的。其实我不想去。你看刘嘉译其实是女生是会吃这种的。我收回我刚才的话，这几个镜头让我感觉他好像蛮喜欢宣城的。因为刘嘉译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淡淡的人啊。对。他是那种需要伸出触角去触碰对方，然后去观察对方的人。他要也是宣城那种，那他俩就闹起来了已经。哎呦，这一看就是片场打工人，随时随地大小蹲。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一眼心动，我觉得主观性会很强，就是在主动这方面不会很弱，就是姐看感觉，看第一眼的感觉。目前有你觉得还不错的吗？是安全感那个挺好，对，他看起来挺乖的，所以他其实前期是一直在观察自己喜欢哪一个，然后决定好了就主动出击的那种。但前期的这种观察时间会让自己处于劣势，就很被动。就是我总感觉一群人里面，主动的那个人会更容易被大家看到。可是你在没有特别了解对方的前提下，那主动错了不也是白费功夫？我也是这种类型，就是我会观察，可能就前期很容易被人忽略。我可能挺不到第2期就被淘汰的那种。从一开始我都是第一顺位都是你啊？真的吗？男生紧张了。太爽了，太爽了。
所有男生都会这样吗？就是在一个女生对他很直球表达喜欢的时候，不管他对这个人有没有感觉，他都会暗爽吗？他肯定不会，有人喜欢是好事啊，他肯定是蛮爽的吧。就比如说继续了解我一下，还是？哎呀！啊，他动摇了。什么呀？你扭扭捏捏。哎呀，哎呀。Hello。黄家伟没事儿，这个没事儿，这个跟他俩都没关系。可以，你们先聊。你们先聊。东北人啊。纯路人。他好搞笑，黄家伟怎么这么搞笑？他投来的是羡慕的目光，调侃的目光。所以他们仨之间没事儿。他们这个时候在岛外约会呢，就是在。感觉村长心事重重的样子。是啊。其实他这个时候心里其实蛮乱的，应该。比较焦躁了，你看他一直盯着外面，一个等待的状态。你这么用心烧的早饭也不吃，那你们吃了吧？你俩分一个吧。其实今天这个三明治是给妍妍吃的，但等了她很久没回来，所以就大家一起吃了。我很替他惋惜的感觉，很心疼他。磕上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说的，这多少有一点不公平的，但是喜欢就是第一眼，爱上就是爱上了，没办法，磁场这个东西。我很替他抱不平，但是我确实也挺磕那对 CP 的。爱情根本就不讲道理。我很好奇，你戴上墨镜会看得清我吗？看得清楚啊。怎么了？好奇，因为我看不清你。男帅女美，很养眼。完了，嘉伟没机会了，感觉。我们都穿是白色鞋子，很巧。真的。真的很巧。这喜欢的太明显了。他明显感觉眼里有光了，女生。好蓝呐，然后沙滩又很白，很漂亮。这个时刻应该很美妙，蓝天白云、沙滩、大海，还有喜欢的人在旁边，又是暧昧期。你现在一点都想不起来黄家伟吗？哎呀，你磕别人的时候就好好磕。我现在心里脑子里全是他，总是觉得好不公平啊！你爱而不得演多了，你谁也爱而不得了？你演爱而不得演多了。等我们可以去岛上，我们可以看日出。可以。哦，好多肢体。要回去，你这个大 I 人，你应该是 I 吧？啊！我跟你讲那么多话，你觉得我是 I， 我是 E 人啊。哦，真的吗？但是我对不想讲话的人就不讲了。你看他的表情，这个镜头切的真妙，有水平。不行，开始心疼他了。干嘛？就你们女生说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Too much。 too much，拿着吧。拿着干嘛？拿着要 OK。丢的。他在宣示主权吗？没有，只在竞争吧。他肯定不开心啊。Yeah, rock and roll。Yeah。我怎么有种在看剧的感觉？他一直在找机会跟他互动，然后宣城是一直在找机会表演。我觉得可以加耳朵。哇，我今天真的要全部带满了。来。苦笑，宣城一直在苦笑。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疯了。他把宣城的花
拿下来了，上头了。要你在这，你会？我会离开，对吧？我感觉女生在中间有点好尴太尬。修罗场了。换做我可能就走掉了，所以我在这种节目里面的成功率比较低，我觉得。好吃，好吃！我感觉我好久没吃好饭了。被叶佳杰又美上了。好吃，但是有点辣。你知道好好吃。真的吗？就感觉男生在很专注的吃嘞。是有点辣，多吃点，过几天就可能没有这种好食材了。他的话题一直在吃。干饭人这是。找点话题呗。咋了？没事儿。咋了？没事儿。小杰是我来这里接触的第一个男生，我觉得他挺可爱的。这得是兄弟了。女生说出这个话就证明兄弟了是吧？没戏了。当然了。小杰他就是一个很真诚、很腼腆的男孩，我会感受到他的真诚、他的绅士，但是他少了一份我认为我想要的少年的那种热烈感。怎么着？他俩没戏是吧？我觉得吴亦涵可能会喜欢宣城还有吴家伟这样。我看看啊，我觉得他会不会喜欢张子正？Hello。哦。介绍一下，这是吴冠杰，冠冠。冠。他来介绍，有意思，有一种我带你进入我的地盘的感觉，家属感。这里的女生，你刚才一进来，有让你感觉一见钟情了吗？哦 ，OK。有或没有，不用说某一个。有。谁呀？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是朱慧妍或者杨廷宏吧。被问到现场有没有理想型的时候，其实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北京男孩还蛮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就觉得他应该会喜欢。我以为他会喜欢宣城那样的，但是我没有直接说明。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还是得先观察一下，不能一来这么莽撞。打直球呗，直接挑明好了，因为本来就来的比较晚。我是被动型，我去了应该就是大家问我问题，我没有明确答案，我可能会迂回一下，然后观察一下再说。就是一边观察一边要快速做出判断，然后就要出击了，就非常迅速的是吧？不然没机会了。年玉嘉宾哎，年玉是空降，所以你再观察着观察着，你知道那个村长好了。嘲笑村长是吧？村长太像哥了，你能预想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举动，没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对，没有窥探于物。而且他人有点太好了，有点太大哥了，很有安全感。但是剩下男嘉宾他其实都是有异性之间很吸引人的一些很抓人的点。好，各位旅客跟我走啊！哎，来。第一站去哪儿？他导游，他感觉像是节目组的人，谁会爱上他？你说？村长最后不会助攻鲶鱼男嘉宾吧？这本来就是村长每天在干的事情，他是燃料，他喜欢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要去上厕所。玩什么？你要陪你去吗？可以啊。我跟你去，你上完你就陪我去一下。可以啊。合理吗？我给你放一个，你来。再来一下。观察对方有没有看到，并没有。哦耶！原来是 B boy bro。村长好卖力，疯狂偷瞄，谁能看出来村长其实内心酸酸涩涩的？他有点太内敛了吧？请朱慧妍出列抛球，
你说村长会抢吗？他肯定会啊，这个时候不主动。来这边一点，这个方向。那如果这样的话，村长还会出击吗？要我就不会去抢了。这太明显了。哎，村长，我有点心疼你了，要哭了，孩子要哭了。他可能更享受当村长的感觉嘞。他其实本身性格也那样。请刘佳怡出列抛球。好，这个才是修罗场。哎！哇！甩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是撤退的那个人会好一点，因为这样女孩子好容易受伤呀。那如果是你在抛球，你会怎么办呢？说实话，如果两个人我都无所谓的话，我会像刘佳怡一样，你们谁抢到是谁的喽。那多危险！我觉得干脆转过来，你们两个石头剪刀布好了。不，你让他俩剪刀石头布，你是来定制这个规矩的人，那你又参与进去了。刘佳怡现在要的就是被动，就我不参与，然后你们去竞争。你来制定规则，这个参与感太强了，他可能就是会把输的那一方往外推，因为是死在他的制定的规则下面。我觉得他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哎，我把自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可能如果我对他们两个都想了解啊，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吧，没有办法呀。我也是，但是如果我是宣城还有陆燕婷的话，我会觉得他们还蛮煎熬的。我会觉得刘佳怡可能都不喜欢我们，因为喜欢这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是有偏差偏爱的，但是你要一直长时间对于两个人的好，他是同等的接受的话，我会觉得对方可能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对，他没有遇到那个喜欢的人，我就会直接撤。我会看女生给的反馈，如果女生已经很明确的跟人家有那种情感的苗头了，我可能就会撤退。哎，那如果你是朱慧妍，比如说你和那个吴冠杰已经有很明显，你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喜欢，然后那个黄家伟还一直对你展开强烈的攻势，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会从头就说 no。那如果你说 no 了，他还不放弃你会反感吗？这当然就不太好了。如果我是黄家伟的话，我也不会再去做任何的，我会祝福。我觉得黄家伟可能会助攻。哎，你说对了，你说对了。我是很享受这种帮大家去解决爱情麻烦的人。他是燃料，他喜欢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除非一个人让，不然很难决定胜负。而且宣城个子高，他壮一点。跟就打篮球似的。完了，还卡位呢。你看到鞋飞出去了吗？看到。你为什么不笑呢？很揪心，因为太修罗场了。然后在这种恶性竞争下，我觉得两个男生都没事啊。看来还握个手。看，我说我觉得这会儿陆燕婷已经不想要再去争取了，一直这样没意义了啊。是条汉子。宣城真的是又争又抢心。哎，我真的心疼他了。请落单男岛民向女岛民发出邀请，同意则组队成功，失败。家人们，你们觉得他还会向刘佳怡发出邀请？还有机会，他很会。嗯哼，他其实蛮勇敢的。佳怡，你想和我组队吗？哇！想。你在戏弄他吗？对，火冒三丈都难以形容，当时就是非常的不爽。比如说要由爱生恨了，这个情节也太搞笑了吧！这电视剧也不能这么拍。耶！
疯了，怎么事儿，大哥？什么事儿啊？憋了一肚子火。我觉得我要去这儿，我一定非常有胜负欲，跟谁组队都行。我的目标就是吃上好饭。我觉得你去了，你肯定输。你太瘦了。那不一定，我劲儿大，这拼的是狠劲儿。这是力量。我觉得村长应该会让，很 peace。对，他可能会成全。赵子珍，快点！赵子珍，快点！人家在那边喊让他加油的时候，他瞬间有这个爆发力，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真的很遗憾，本来答应他带他赢的。村长，你已经很棒了，村长。受伤的总是村长。你怎么打败爱的力量？哎呀，怎么摔倒了？啊！以为他是最强的，结果他是最菜的。我知道，不是，我手疼，我手也疼。我对轩轩很失望。不想吃泡面了。陆燕婷，这个时候上啊，你去安慰他。其实当时就是沮丧的情绪很重，给他俩独处的复盘的机会。我觉得陆燕婷跟刘嘉怡这波要赢了，那真的就是上天在帮这对情侣。你有的时候俩人中间就差那么一点点。加油，罐罐！感觉他又预备跑了。一下就把一个人给。你觉得他俩谁赢？罐罐和子正。加油，罐罐吧，体型太大只了，他蹲那儿。子正只能智取。这拔河要怎么智取？所以说嘛，没有什么机会，我觉得。哇！张子正他有那个爱的力量，是吗？爱的力量总能推动他。加油，罐罐！哎呀呀！加油，罐！而且好焦灼。哇！然后怎么越跑越远了呢？郑重是可以的。张子正使劲儿啊！手伸手！都没力气了。哇！这太快了。张子正，对不起，他俩真的太好磕了。好厉害！太棒了！对不对？哎呀，好大，好养眼。他已经没有安全距离了。他俩应该不会再有变化了，我觉得。他俩有点生理性喜欢的，哇，还利用了一下这个冲击的力量。小乐哥，差一点了。可以的，很近。一点点。快，使劲儿！这真是宿命。我们当时赢了这场比赛之后，感觉好像和嘉怡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因为是我们共同拼全力赢得这场比赛。真会说话，反正我现在开始磕刘嘉怡跟陆燕婷。你很棒啊，很牛了。他们3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双向的箭头呢？他们3个又一起吃泡面了。刚刚没有想他拉手了。我觉得我有点吓到你了。没有。对不起，我也不是。我就希望你开心一点。好。情绪上。对。很棒。这个也好磕。
对不起，刚才笑太大声了，突然镜头给到谢晨的脸，觉得很不厚道。我已经闻到那个海的味道了。哦天哪，光想想就觉得很幸福。海边，跟自己喜欢的人，很香哎。啊，在暧昧期。那你会不会生病啊？但是不会了，现在脚还有点酸呢。还酸啊？现在？我有筋膜枪。这个生理性喜欢已经溢出屏幕了。因为我觉得老师就可能在这里要经常穿高跟鞋。那我等会儿充个电，你要用吗？我给你。可以啊。行，看出来了，他俩非常满意彼此。佳怡姐怎么在孤独小秋千？ Hello， 佳怡，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呀？可以说，就算好奇，有时候相处的机会很少，像我们俩就很少会。对啊，我就有点后悔，说实话，就是第一天。你为什么不讲话？刘佳怡在这个时候怎么挺活泼的嘞？今天第3天了，不是吗？其实我第一天是投了你。啊，哇！我说呢，他现在聊的挺带劲儿。那你是对他有什么感觉吗？很好奇。那我对他肯定是有好感。那陆哥呢？陆哥，那我呢？挺好的，爽了吧？3个人都追你。哦，爽了。爽了，好爽。那你就让我爽一点。让我白磕了。他是在给叶佳杰留口子吗？我感觉他喜欢佳杰。那他说他对宣城也有好感啊，这他不是今天刚跟陆燕婷拉完手吗？所以世纪大谜题来了，刘佳怡到底喜欢谁？他不心疼吗？受这么伤又流放。哦，我觉得他喜欢佳杰多一些。他明显跟他聊天很放得开。我现在很难过，我要磕陆燕婷跟刘佳怡。有一种我磕了 CP 已经成了，但是莫名其妙又不知道他们的走向又发生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感觉是吧？很明朗的局势，现在又变得很混乱。还有观众。天哪！这样太尴尬了。这我也觉得尴尬。别看了，我觉得就是心里会难受的。真香啊！真香啊！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我这周会暗爽吧，会爽的。就是我不是说了，我挺喜欢长得比较韩系的男生吗？我觉得你就挺，我觉得黄家伟他现在已经就他接受习惯了。他也对，我也觉得他接受了。不然我怎么可能一天都有眼泪？别哭。佳伟接下来会怎么办？他该换一个目标了吗？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他的村长？我觉得他已经伤心透了。然后呢，鸡蛋呢，聊聊。不可以聊。如果说你吃汤的话，别人就可以聊，我就不可以聊。他怎么越来越放得开了？我看不懂啊。就这3个男生，他是同等的去释放信号的。哎，那咱们聊聊天好不好？现在好啊。我真的是服了这几个。怎么这么幸福啊！我好幸福。你开心我就开心。我其实有点小小的理解刘佳怡了。2个男生其实都有他喜欢的点，可是他们身上没有让自己上头的点。他俩都差一点点意思，就感觉。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是特别喜欢，没有那个完美适配的人出现。他在试着跟这些男生相处，因为每个男生确实都挺好的。我感觉刘佳怡好像不太像是那种会主动去追求他感兴趣的人啊，他可能更享受的是别人围着他转。我觉得是因为那个人没有出现。刘佳怡是一个双商很高的人。如果真的有，比如说把宣城跟陆燕婷他们2个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男孩，他一定会去主动出击的。那你看他俩恋爱，你有难过吗？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心情不好，
我以为呢。真不是，他好嘴硬，真的故作坚强。牛肉味。这是什么？方便面吗？泡面。你们这是什么呀？对啊，这个他们给的。村长是他俩 play 的一环。他故意在村长面前打开，他俩站在人家头顶上。别说了，再说他要哭了。哎呀，我现在跟你说，就是我也说不清，就是我是能理解的，因为你跟我说了，因为你可能是没有安全感，你也需要别人说白了就是能够坚定嘛，一直坚定下去，对吧？就一个是没有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非常喜欢你，但他跟刘嘉怡完全是两种人。对。就喜欢就是喜欢，有感觉就是有感觉。周慧妍已经很明确了，所以黄家伟没有必要去白天再去争去抢。然后，但是晚上确实还是要说开，避免以后尴尬嘛，要最后一个 ending 嘛。完了。各位岛民请注意，即将有新岛民登岛。哦，哎，新岛民，还有哇，又有新岛民，男生女生啊，男生，哦，有女生。多少人啊？哇，好帅啊！今晚帅，真的吗？岛民将替代原有岛民。替代？真替代？淘汰女生。哎呀，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看一点吗？我觉得战佳明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很有分寸感，然后但是他又主动的会去表达自己，他既不消极，也不是说盲目的去主动。我对吴冠杰的印象最深刻，因为我已然磕到了，然后照顾跟贴心也是恰到好处的，他在保持自己的同时，也在去尊重对方，然后也在一直释放好感，去拉近两个人的关系，他很稳。村长应该是放弃了，如果有新嘉宾加入，对于村长来讲，那是一件大好事。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往后看，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一定会看完的。太上头了，抓耳挠腮。期待一下我们的第4期，我太希望有人来打破他们的关系了。每周一、周二中午12点 ，SVIP 正片更新；42点正片会员专享；每周三中午12点，天平岛开放中，热恋持续升温；每周四中午12点，惊喜陪看，邀请3两好友一起来看天平岛的爱情现场。还有每周5、周6花絮及抢先看准时送上，每周日超前掉落，带你抢跑追爱一线。I open the door, take off my coat, throw my bag on the floor. She'll be back into my arms once more, for sure.